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农民们辛普森一家第13季第6集。两人自正在家里看电视，现在播放的节目是外天空星球。虽然这太阳怪物就是只狗扮的，不过丝毫没有影响小新对火箭的兴趣。刚看了关于轨道之王的广告，就迫不及待拿起电话订购了一个。漫长等待后，小新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火箭模型，兴高采烈跑去找辛爸帮他组装。辛爸没有拒绝儿子的请求，聚精会神的跪在地上拼接，这倒是让赢在很是意外。他还不知道辛爸居然对科学感兴趣。科学，辛爸马上有种被欺骗的感觉。小新马上辩解道：“眼镜仔说是派酷，这果然将辛爸给忽悠了过去。”很快，火箭组装好了，辛爸拿遥控器宣布进入发射倒计时，然后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，小火箭炸了。无辜的眼镜仔被迫躺枪，他不仅眼镜飞了，眉毛也不见了。不过辛爸并没有轻易放弃，重新改装之后，又开始新一轮的尝试。但这次甚至没有等按下启动开关，他就炸了。与此同时，隔壁弗兰德家火箭发射成功，这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还有更过分的，他就连着陆都很完美，可能是被弗兰德刺激到了。辛爸搬来了很多工具，还请来了帮手，立志要做一个惊世骇俗的火箭。对于帮自己造火箭的朋友们，辛巴致以了诚挚的谢意，真诚感谢你们这帮呆子帮我解决难题。辛巴以为他们端来了柠檬汁，他们的效率确实不错。看着火箭已经建造完毕，辛巴又开启了他天赋技能过河拆桥，直接将所有的呆子都赶走了，当然还包括了眼镜仔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航天员。火箭已经热身完毕，小新将仓鼠先生捧了出来，只见这位宇航员大义凛然，迈着坚定步伐走进了火箭。这次发射十分顺利，在弥漫的烟雾中，父子俩将他送上了天。这在人们的眼里无疑是一次壮举。眼镜仔看掉了眉毛，酒鬼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但这样伟大的航行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发现火箭偏离了航道，辛巴马上拿起对讲机指挥仓鼠先生控制火箭的运行。但他并没有按照辛巴的指示，而是撞上了出舱按钮，安全降落了。火箭彻底失去了控制，他在空中绕了几个圈之后，直奔教堂而去。辛巴还企图用枪把他的火箭击沉，但是结果可想而知，火箭从花窗玻璃冲了进去，点燃了整个教堂。最后他还全身而退，逃离了事故现场。那浓烟滚滚的样子，在远处看也颇为壮观。教堂被毁，大家聚在一起商讨对策。就在他们为资金问题一筹莫展时，秃头太他的恶魔之角走了过来。他认为资金很好解决，只要能够按照商业模式经营教堂就可以了。弗兰德首先站出来反对，不是针对这个方案，而是针对秃头的邪恶传闻。但现在给钱就是大爷，牧师觉得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。秃头带来一位女人全权负责，并表示他能将教堂变成聚宝盆。女人第一件事就给牧师送上印有广告的全新长袍。有了金钱做支撑，后续工作进展顺利。教堂不仅重新修缮了，还添置了很多新的东西。看人们源源不断往里面搬运广告牌，辛小妹不明白他们要对教堂做什么。女人告诉她，这是在重塑品牌，因为老教堂辜负了人们的虔诚，他们要打造基于信仰的百货商场。这些话让辛小妹感觉十分恶心。3周后，新的教堂修缮完毕，又到人们例行做礼拜的时间。门上的夸张的手持绳子的耶稣像就已经让辛小妹够困惑了。没想到走到教堂里面，才是刷新了她的三观。墙壁的4周再也没有了圣徒神像，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的广告。辛小妹感觉这的布置简直令人窒息，他们还想要怎么样亵渎上帝呀？其他人倒没有像他这样愤怒。小新跑去和《最后的晚餐》合影留念。有一说一，新教堂的椅子是真的舒服。不过这也没能改变辛小妹对他的看法。广告无时无刻都在充斥着人们的眼球，就连牧师的布道台也在不断更新。不仅如此，牧师还要亲口念出那些厂商为他们宣传自己的商品腾地方。辛小妹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闹剧了。辛爸还想劝说女儿冷静下来，但辛小妹却说该冷静的是他们，那些容忍教堂变成这副鬼样子的人们。牧师还想打圆场，但马上就被辛小妹给怼了回去。他极力想让人们看清秃头的罪行，但人们看到的只有他修缮教堂的功绩。辛小妹也承认这些的确很不错，然而并不能掩盖他出卖教堂灵魂的事实。他坚定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同流合污，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。夜晚，辛小妹独在卧室里祈祷，她表明自己无意背叛上帝，只是想找一个未遭腐化的太庙。这时，一个诡异的声音从房间中响起，问她为何要如此与众不同，为一点点小事而大动干戈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上帝显灵，而辛妈在偷听女儿的祈祷。眼见自己被发现，辛妈也就不装了，她也只是希望家里至少有一个人能上天堂。辛小妹表示自己依然信仰上帝，但这并不妨碍她换条路去见他。之后，辛小妹阅读了很多关于宗教的书籍，她想要寻找一个新的信仰。虽说这有些困难，但她心中有自己的标准。为了不听小新再在旁边胡说，辛小妹决定出去散散步。途中，她看见了很多宗教，有巴哈伊教、基督教、德鲁伊教、门诺教，但这些都没能让她停下脚步。直到她看见了春田佛教，辛小妹快步走了进去。莱尼尔卡尔正在佛像前打坐。
作，对于他俩幸福，辛小妹很是惊讶。卡尔表示他需要追求内心的宁静，辛小妹告诉他自己正在寻找新的信仰，一个不那么物质的信仰。这时，一个声音在他们身旁响起：“你算是来对地方了。”佛教教导人们，一切痛苦源于欲望。说这话的正是演员理查基尔。莱尼有些激动，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徒。理查有些无奈：“你把达赖喇嘛忘记了吗？”莱尼何止忘记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谁，还需要卡尔在一旁向他解释。辛小妹走上前去，表示自己希望佛教能带给他内心的宁静。于是理查递给他一本小册子，告诉他里面包含了佛陀的教诲：世事无常，一切皆空。回家后，辛小妹开始仔细研读那本册子。修成涅槃需要正确观念和言论，积极行为带来欢乐，消极行为带来不快。没有造物主，唯有不懈追求觉悟。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辛小妹，她对外面世界大喊道：“我是佛教徒！”这简直吓坏了隔壁的弗兰德，抱着两孩子举家迁移到了地窖中。这天，辛巴针对儿子施展暴政，辛小妹走过来告诉家人，她的信仰苦旅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她已经是一名正式佛教教徒了。这简直惊呆了辛巴辛妈当即表示反对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辛巴个人说，佛教徒没有午餐甜点，但辛小妹并不在意这些。混混们听说辛小妹放弃了基督教，直接在学校的走廊里堵住了小新。他本人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小新表示，他信他的，有谁会在乎？他们还真是找到那个在意的人，当即就打算动手。但小新很聪明，将矛盾引向另一个混混，最后还跟着他们一起揍了2拳。为能更好的冥想，辛小妹在庭院内种了一棵菩提树。辛妈对于女儿的行为很是不解，认为她是因为学校的男孩子不喜欢她。为了能够让妈妈停止唠叨，辛小妹干脆双手合十，念起了6字真言。这下辛妈也没有办法了，丢下一句“你今晚必须洗澡”就离开了。自从引荐商品广告之后，教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。秃头告诉大家，收入提升1073%。不过显然他并没有打算给大家分红，直接扔下一沓现金就离开了。这问题解决之后，大家又开始讨论辛小妹的事。辛妈也不知道该拿女儿怎么办，但弗兰德牧师已经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马上就是圣诞节了，他认为只要给点小恩小惠，没有孩子不会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。辛小妹此时正坐在菩提树下冥想，她不会想到爸爸妈妈为了让她回归，已经准备了一整套的作战计划。首先，辛爸拿出一个天使扮相的娃娃，辛小妹倒是不反对，用它装扮菩提树。不过从她嘴里传出的魔鬼歌声，确实让这件事起了反效果。接下来就轮到辛妈的表演，她首先向女儿展示了刚烤好的圣诞饼干，然后又以辛小妹不信圣诞节，将它们全部都倒进了垃圾桶里，但也没有浪费。吃废饼干算是小新的爱好，最后就平安夜的终极大招。辛妈看到辛小妹又下来了，连忙嘱咐大家开始唱圣诞歌。辛小妹原本对这些并没有兴趣，但得知圣诞礼物是一头小马驹时，她沦陷了。辛妈说着他们无意给她施加压力，然后用脚踢着小新，让她去给姐姐送上圣诞拐杖糖。面对妹妹期盼的眼神，辛小妹心都要化了。正当她准备接过来的时候，猛然发现牧师正透过窗户注视着她，正嘟囔着舔一下舔一下。得知自己差点就要掉入他们的圈套，辛小妹头也不回地逃跑了。迄今为止，所有的计划都宣告破产。原来那只小马驹也不是真的，而是糊涂蛋和眼镜仔假扮的。辛小妹一路跑到了佛堂，此时那3人还坐在佛像前冥想。辛小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大家，她的家人想引诱她庆祝圣诞节。虽然冥想被打断，不过理查并没有过多责备她。他告诉辛小妹，他们没必要引诱你，因为佛教尊重信仰的多样性，只要他们基于爱与怜悯，所以即使庆祝圣诞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不仅如此，辛小妹还可以庆祝任何节日。理查还顺带提了一句自己的生日。听了他的话后，辛小妹总算放下了心中的芥蒂。一家人找了许久，也没有发现辛小妹的踪影。就在辛妈准备报警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躺在圣诞树下的女儿。她表示自己依旧是佛教徒，但是照样可以和家人一起敬神，虽然只在仪式上做下礼拜，不过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辛妈表示自己会将辛小妹那份双倍乞讨，还准备现在就去给女儿做圣诞饼干。然而对于辛小妹所说小马，她也只能是含混其辞了。不管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宗教，其目的都在劝导人向善向真，而不是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标准。因为正常人都信仰基督教，于是转而信佛辛小妹就是异类，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规劝。这一点本身就违反了宗教的原则。在科学技术如此发展的今天，依然还存在宗教还有信仰它的人，就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关怀，是凭借着造福人类走到今天。通过其他手段的逼迫只能走向死路。任何想要长盛不衰的人或事，都应该更加接受世界的多元性。一枝独秀永远也构不成春天，百花齐放才会让春色满园。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